孟庭舟青梅回来的那晚，他给我2个选择，一做平妻，二是和离。我选后者。可写下和离书时，我发现自己有孕了，于是我默不作声，给他下了一副绝嗣茶。次日便收拾行囊回了林州，从此杳无音信。10年后，已是永宁侯的孟庭舟，因多年膝下无子，受人非议，焦头烂额之际，我带着一个与他眉眼相似的孩子，在京城西边的街市上盘下一间铺子。和离第10年，我再一次回到了京城，起因是张二的教书先生找到我，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天赋异禀的学生，年方9岁，作诗文，写策论，针砭时弊，字字珠玑。他说此子前途无量，若有可能，让我带他去京城找更好的老师，别耽误了这么好的苗子。我应道好，回去清点财物，折算现银，简单筹备后，便雇了车马，跋涉千里，到京城，在城西租了一处宅院，又盘下一间铺子，打算日后做些营生。动作之快，前后不过月余，因为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书院报名回来的路上，我支着下巴，若有所思。张二掀开车帘一角，好奇地张望。这里是京城中心的朱雀大街，权贵云集，宝马香车来来往往，公子贵女衣着华贵，就连身后跟着的仆从也是个个光鲜体面。我忽然开口：张儿，喜欢这里吗？他重重的点头。喜欢。我们从前居住在林州，虽是鱼米之乡，丰饶富足，可论富贵繁华，却远远比不上京城。马车经过永宁侯府，雕梁画栋，气派辉煌。我抬手指了指。那娘亲日后让你成为这里的主人，好不好？他转过头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娘亲说到做到。张二虽心有疑惑，但看我如此笃定认真，好。我弯唇一笑，毕竟他可是永宁侯孟庭舟的子嗣，唯一的子嗣。12年前，我嫁与孟庭舟为妻，他是永宁侯第3子，上有2个哥哥，一个天资聪颖，在朝为官；一个是锦衣卫统领，为天子犬马。按理讲，承袭爵位怎么都轮不到他头上，此生只要安心做个逍遥的闲人便好。可对于我而言，这桩婚事简直是高攀的不能再高攀。我父母早亡，身弱无依，遂来京城尚书府投靠表姑。孟庭舟与表哥交好，常来尚书府做客，一来二去也与我相熟。我们2人都喜爱弹琴，常常在竹林中切磋技艺。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，渐生情愫。某日一曲终了，我忽然向他告别。对不起，孟公子，或许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，这个给你留作纪念。我将珍藏许久的琴谱送给他，他十分诧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嫁人了。我虽出身不显，却实在美丽。及笄后，不少人赶着给我说媒。前几日媒人递了名帖，让我与礼部侍郎家的2公子择日相看。表姑说难得有家世不错，品貌端正，还愿意娶我做正妻的，让我到时候好好表现着。相顾无言，沉默半晌，孟庭舟忽然开口：我娶你。什么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说江之月，我心悦你，我想娶你。永宁侯府可不是人人能攀得上的，何况我只是一个表亲侄女。表姑喜出望外，连忙推了那家媒人，替我操持婚事。嫁入永宁侯府的日子算得上顺遂无忧，公婆好相处，妯娌之间也和睦，两情相悦，琴瑟和鸣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婚后第2年，李欣儿回来了。李孟2家交好，2人算是青梅竹马。12岁时，李欣儿父亲因触怒陛下，被贬官降职，举家搬迁至临安。这些年再无交集，如今陛下又顾念旧情，将他官复原职。某日孟庭舟下旨归来，2人在长街偶遇。李欣儿含嗔待怨地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又快速走开，只那一眼便叫他茶饭不思，连着几个日夜睡不好觉。我要娶病妻。孟庭舟说这话时，我正在为他绣香囊，手上动作一顿，针尖刺破手指，血迹晕开。我看着眼前男人，只觉得陌生。明明前几日他还在与我恩爱嬉闹，那天他去应酬，看见几位同僚都有夫人绣的香囊，就他没有，回来便缠着给他做一个。然而我只会弹琴，不善刺绣，被折腾大半夜后，我实在受不住，才哄他说试试。怎么今日就变脸了呢？他未曾察觉我的错愕，仍自顾自地说道：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欣儿还记着我与他当初的情谊，至今未嫁。如今面对他，我实在心中有愧，所以我定要补偿他的。李欣儿12岁随父外迁，我13岁住进表姑家，结识孟庭舟，对此毫不知情，所以凭什么委屈我补偿他？孟庭舟握着我的手，没事，志远，只是平妻而已。他性格直爽，心直口快，人却不坏。日后他进府，你们2人定能好好相处。不用等以后，我已经见识过了。某日我去首饰铺，正对上他，他神色倨傲，用下巴指着我：我认得你，就是你勾引了3哥哥。我被逼得后退一步。我没有。谁信？就凭你这出身的破落户，若不是用些手段，怎能攀上孟家这样的好门第？你知不知廉耻2字怎么写？思绪回笼，孟庭舟仍在喋喋不休，畅想着未来。知月，你尽管把心放进肚子里，即使日后欣儿入府，为夫对你的疼爱也不会减少半分。
若我不愿呢？不愿？你怎就不能懂事些，为我考虑一二？如今李大人官复原职，心儿身份在你之上，难道还要让她委屈做妾？你若是不愿，那便只有和离了。我看你离了我，还能到哪儿去？说完，他大步离去。我背对着他，疲惫地闭了闭眼。好，那便和离。小书房冷冷清清，我铺纸、研墨、写和离书，不知是悲伤过度还是怎的。旁边送来的晚膳，我没食欲，一口没动。油腻的气味钻入鼻腔，我觉着反胃，干呕一声。小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抓起我的手腕，替我号脉。他是我的心腹，精通医术。果然，夫人，您有喜了，您在侯府的地位保住了。我眉心一跳，可怜的孩子，你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就算我留下，可今后不仅要忍受你那朝三暮四的混账父亲，还要应对一个不省油的李馨儿。他的家世情分，样样压我一头，以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奴婢这就去告诉侯爷和夫人，让他们为您做主。站住，不许去！小唐喜极而泣，作势就要往外跑，却被我一声喝住。此事你知我知，不许声张。我听着雨声静坐了一夜，若是和离后悄无声息地流掉这个孩子，孟庭舟不会知情，更不会为此愧疚，到头来受伤的只有我自己。我实在不甘心。雨声淅淅沥沥，一个念头缓缓浮现出脑海。第二日，孟庭舟走进小书房，听下人说你想通了。是。他以为我父母早亡，无人依靠，定会舍不得侯府这座靠山。想通了便好，知月，我就知道你最……话只说到一半，便顿住了。地上一封和离书，2杯茶水。饮过此杯茶，你我夫妻恩断义绝。放心，和离后我便回灵州，祖上在那里积累了些薄产，足够我自食其足。日后必不会在京城碍你们2人的眼。你这是何必呢？馨儿已经同意了，只要你服个软，日后与她和平相处，你就还是我的妻。我却不曾动摇分毫，饮尽杯中茶水。闻君有2意，故来相决绝。你与李馨儿故人重逢的故事已经在京城传开，百姓人人称赞你孟庭舟有情有义，是位君子。现在这般犹犹豫豫、当断不断，可不是君子作风。所以，请吧。好得很。他不甘心，手紧握成拳，思来想去，最后说出口的只有赌气的狠话：江之月，你在京城过惯了富贵日子，往后可别后悔。话落，一饮而尽。可他不知，这茶水里早被我放了足量的无色无味的绝色茶。来京城寄人篱下，窝窝囊囊了许多年的我，终于在临走前窝窝囊囊的干了一件大事。我开了一家琴坊，传授琴艺来谋生，因着技艺高超，很快便在附近一片小有名气。学生都知道我有一把玉骨瑶琴，是我祖上的传家之宝，世间唯一。据说弦音清婉动听，仿佛天籁。我十分珍爱，日日擦拭，却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弹过。当年我在林中用这把琴弹奏《凤求凰》，与魏郎君一曲定情。可惜后来我与他情断义绝，离开的那天我发誓，此生不再用此琴弹奏。故事越传越广，不少人跑到琴坊来看热闹。可我日日戴着帷帽，从不露面，越是神秘，越让人想探寻真相。甚至有人把所有京城会弹琴的人都搜集起来，列成名单，开盘下赌。孟庭舟也在此之中。说起来，最近他可是京城有名的人物，街头巷尾都在传译。过去这10年，孟家长公子大病一场，2公子在缉拿犯人时，不幸被毒箭射中，当场殒命。本该与他无缘的永宁侯爵位，最后竟落到了他头上。可惜这位3公子竟也是有点隐疾在身上的。他先后娶了2位夫人，却一个子嗣都没有。孟老夫人打算让他从大房或2房挑选子嗣过继到名下，他心急如焚，焦虑的不行。百姓茶余饭后抓把瓜子，聊得津津乐道。过继哪有亲生的好？就是，绝后的男人和不会下蛋的鸭有什么区别？一辈子忙到头，还不是为旁人做嫁衣？电视放榜，京城甚是热闹。听传言说，静恩寺求学业向来很灵，每年都有许多考中的学子上山还愿。本着沾个彩头的想法，我也去了。大殿之中，我执香敬灵，虔诚跪拜，一愿张儿前途光明，二愿我得偿所愿。不曾想，就在我离开佛寺下山路程行至一半时，前面马车忽然停住，车厢内衣着华贵的老夫人半路晕倒，不省人事。几个丫鬟手忙脚乱把她抬下来，一同陪着的2个小辈吓得抹眼泪。原是她受不了劳累颠簸，心症发作。可这半山荒郊野岭的，哪能找到什么大夫？事关人命，我拉着小唐匆忙上前。别急，我这婢女会些医术，定会无恙的。小唐有随身携带银针和急用药，他动作利落，号脉施针喂药，又叮嘱了些许注意事项。不多时，老夫人长舒一口气，悠悠转醒。祖母，小小姐扑进她怀里。是这2位好心人救的你。另一位贵女向我们行礼。敢问2位恩人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
改日我叫父亲登门拜谢。这位老夫人我知道，她是云阳侯夫人，与孟庭舟母亲多年交好，从前常到府上做客，自然是见过我俩的。担心身份被人认出，我拢紧帷帽，将自己遮得严实。贵人客气了，我们也是刚好路过，出手相助，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我行礼辞别，家中还有幼子等候，实在不便在此久留，就先走一步了。云阳侯夫人看着我们的马车渐行渐远，喃喃出声：“我怎么觉着他身边那个婢女有些眼熟？她一时记忆模糊，好像似曾相识，到底是谁呢？”静安寺回来后，有关我的猜测愈演愈烈，从城西传到城东，再至整个京城。我估摸着这些话能传遍京城，便也能传到李欣儿耳中。为防万一，我不再让张儿去学堂读书，而是为他请了先生，时刻带在身旁。某天晚上，我送走最后一批学生，打点好琴房，准备归家。门外突然闯入一群人，面色不善的妇人，表情狰狞的打手与壮汉，来势汹汹。就是他！为首妇人指着我，一声叫嚷，把附近路人都吸引来了看热闹。他教的根本就是些不入流的技法，简直是在误人子弟，害得我家孩子当众出丑，被人笑话。今日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就把这琴坊砸了！莫要血口喷人！我的琴技如何？诸位邻里、学生皆可作证。你若真问心无愧，就随我去官府走一趟，到时清白自有定论。他力气大，拽住我，做事要往外拖。娘亲，张二想要护着我，扑上去咬他的手，却被身后几个壮汉捏住胳膊，轻而易举地掀翻在地。拉扯之间，帷帽掉落。在看清我面容后，他便更加确定，高声喝道：“你们几个还不动手，把他的店砸了！”又朝围观的百姓大声宣布：“这孤儿寡母是怎么在京城落脚的？肯定在背地里偷了不少汉子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争吵声、打砸声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一道人影越过人群，飞身闪至我身前。那时的妇人被一脚踹翻，她怒声暴喝：“放肆！本侯在此，谁敢造次？”孟庭舟，他听到了最近传言，只是一直不敢确定，直到今日那妇人扯掉我帷帽，看清面容之后，才彻底坐实。几个闹事的人被扭送至官府，围观看热闹的百姓也被遣散离开，哄闹声逐渐退去，原地只剩下我们三人。时隔多年，再次相见已经变得陌生。他搓了搓手，语气生涩地开口：“知月，你刚才可有受到惊吓？”我没应声，直接越过了他，拉起孩子的手：“张儿，我们走。”琴坊离我们的住所只有2街之隔，走过去仅用1刻钟。孟庭舟就这样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，始终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。就在我要关上院门时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上前一步拦住我的动作。江之月，今日我帮你解了燃眉之急，就不请我进去喝杯茶？侯爷位高权重，民妇自然不敢有异议。房间质朴，陈设简洁，孟庭舟衣着华贵，身处其间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小堂去生火烧水，我从柜中找出一块茶饼。家中只有散茶，有些涩口，侯爷不要介意。他环视四周，又看着动作娴熟的清洗茶具的我，语气中有几分感慨。以前你的手只用来写字绘画、弹琴插花，如今却要做这些杂活。难道这些年你们母子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？都说由奢入俭难，可是只要放下心气，坦然接受就好，自食其力又不丢人。我语气平淡，在灵州时比这里要好一些，只是后来学堂先生说他天资聪颖，希望我找更好的老师，我才带他回到这里。我想着京城居大不易，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许多，于是生活便清简了些。桌上摆着几本书，最上面写着名字孟如章。他半蹲下身，视线与张二平齐，看着那双与自己有8分相似的眉眼，沉默许久，不可置信道：“我的……”关于今日的场景，我在心中预想过很多次。当年他并非真心想与我和离，一刀两断，反之，因为我抽身得太快，他甚至还有几分念念不忘。因此于我而言，打感情牌，装柔弱扮可怜，以退为进，是最简单也是最稳妥的办法。侯府的权势富贵诱惑太大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暂时低头，虚与委蛇，有何不可？捡的。我故意转过身，我去看他，声音倔强。总之这个孩子与你无关，你我早已恩怨两清，我的任何事都与你无关。刚才在琴坊，是你非要多管闲事。听到两清这个字眼，他瞬间淡定不了了。江之月，你觉得我会信？一边与我和离，一边悄悄生下我们的孩子，这就是你口中的两清？这些年你独自养着孩子，为什么不说？在京城受到排挤刁难，为什么不说？你明知道只要开个口，我就不会不管你。够了，孟庭舟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情绪失控，泪水流了满脸，大声吼着：你以为当初我是真的愿意放下侯府的荣华富贵不要，
自请和离跑去过苦日子吗？还不是因为我爱你！此话一出，如平地炸惊雷，孟庭舟脸上的表情当场僵住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演技竟如此精湛。我咬咬牙，再接再厉。我不想和其他女人共侍一夫，不能容忍你的爱除了给我，还能分给其他人。我多想装作大度、善良、不妒不闹，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你身边。可是我做不到。你会像爱我一样去爱另一个人，给他写同样的情诗，带他赏同样的春樱，与他琴瑟和鸣，恩爱嬉闹，那样的场景，光是想想我就快要疯掉。我能怎么办？你还让我怎么办？我除了和离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如今听我亲口承认，你满意了吧？演到兴头上时，我随手抄起桌上的茶杯，泄愤似的向他扔去。孟庭舟也不躲，像座雕塑似的立在原地。此刻在他眼中，我现在这般行径是由爱生嗔，由爱生怨。他大步走上前，将我拉入怀抱。诗月，我好高兴，你心里有我，你忘不掉我，对吗？我眼泪了，也含泪了，一开口，嗓音都变得沙哑许多。是啊，和离后，我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我注定是此生纠缠的孽缘，逃不掉的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只要现在能够看你一眼，我便别无所求。我关停了琴房，在孟庭舟的安排下，带着张儿搬进了他的另一处宅院。等他回去准备一段时日，祭先祖、修族谱，再带着张儿回府认祖归宗。有人找我麻烦这事，他是要追责到底的。我当然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，目的为何。李心儿比孟庭舟先一步知道我回来的消息，他想对张儿下手，却发现我把他放在身边，寸步不离，根本找不到机会。于是便泼脏水，让我名声扫地，无颜继续留在京城。但案件查到一半，便不了了之。孟庭舟已经找到了人证物证，他去找李心儿对质，两人撕破了脸，大吵一架。他说李心儿蛇蝎心肠，李心儿回骂他朝三暮四。吵着吵着，李心儿忽然晕倒在地，甫一诊脉，发现她已经怀有身孕。接连2个孩子的到来，让孟庭舟激动的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日孟庭舟来水云院时，表情看起来有几分不安。我给他倒茶，他接过时手抖了2下，差点把杯中茶水洒出来。几次开口，却欲言又止。我装作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。怎么了？侯爷有心事？是侯府那边，本来想这些日子就把你们接回去，但没想到出了一点小差错，心儿有孕了。你知道的，她脾气不好，又怀了身子，受不得刺激。你和张儿回府的事，可能要再等等，等她平安生下孩子，我再将你们接回去，可好？就知道此事绝不会一帆风顺。在我开口之前，张儿已经先一步拉住他的衣袖，小心翼翼地去着：爹爹，你会不会有了弟弟妹妹，就不要我和娘亲了？怎么会？无论是你还是弟弟妹妹，都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在我心里，你们的分量是一样重的。我心中作呕，却又不得不挤出2滴眼泪，装作一副眷恋不舍的模样。好，只要你不忘记我和张儿，等你多久我们都愿意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李心儿的脾性，过去10年他没少领教。本以为今天这事又要费不少心思口舌，却没想到我不仅没有怨言，还十分善解人意，这让他感到意外，同时又难免心生抱怨。人总是不知足的，站在此岸时，却忙着眺望彼岸的风景。孟庭舟发过誓言后，便匆匆离开。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我和张儿立刻卸下了伪装许久的表情。娘亲，他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但娘亲可以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娘亲在与他和离之前，他也曾说过同样的话。他说，就算他娶了李心儿，我也一样是他的妻，不会亏待我分毫。可你看，如今李心儿那样咄咄逼人，给我们母子泼脏水，让我们差点在京城待不下去。他明知真相，却不肯还我们母子一个公道，甚至连半分惩戒都没有。所以他说你和其他孩子分量一样的这句话，还可信吗？娘亲，我懂了，命运要掌控在自己手里，除了自己，谁都靠不住。即使不回侯府，我也能靠自己读书考取功名，给娘亲挣个好前程。好孩子。这之后，孟庭舟隔3差5便来水云院闲坐，也不是他多么顾念旧情，而是待在侯府太窒息了。李心儿仗着自己有孕，脾气愈发放肆，偏偏孟庭舟还不敢还嘴，只能任由他发泄。每次他来过这里，下次再来时，都能隐约看见脖颈处的抓痕。为了遮掩，他不得不在这日头毒辣的3伏天穿上立领的长袍，而我只会善解人意，帮他涂抹药膏。若你真的为难，不来看张儿也无妨的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怎会为难？倒是你们住在这儿，可有委屈？近来有什么缺的少的，尽管告诉我。我不着痕迹地将手抽出。若是可以，我想要你的玉佩。我虽钱财不愁，但身份低微，在这京城之中想求人办事，总是处处碰壁。如今身上有了侯府的信物，我无论是带着张儿去拜访京中的大儒学者，还是请暗探调查李心儿背后的蹊跷，都要容易许多。半年后，
李欣儿诞下一个男婴，取名孟如玉。侯府上下喜气洋洋，处处张灯结彩。孟庭舟说要把接张儿回府一事提上日程，最好是赶在满月宴之前，这样可以一起庆祝。李欣儿一听便不淡定了，事关侯府名声，你要认这个来历不清不楚的孩子，我可不同意。侯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前些个日子我已经叫人去把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。他将各路证据都搜罗起来，闹得阵仗颇大，是要让孟庭舟看清我的真面目。我不免有些感慨，他真的是精力充沛，刚生产完不过月余，却还有力气搞这些。侯府前厅，李欣儿坐在上首，审问的语气：我差人去盘查了你在灵州居住时的邻里乡亲，他们都说，虽然你与侯爷在11年前和离，但你回到灵州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。那时你已经生下孩子，无人能为他的出生时间作证。据我所知，灵州离这京城的路程不过3、4个月，谁知道你中间消失的这1年半究竟做什么去了？我回忆起当年的场景，和离后，动身离开京城第3日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孕。当时车马颠簸，我又孕吐严重，所以走得慢些。没想到走到半路，又恰逢南方水灾，一群流民北上逃命。我身上带着银钱，穿着光鲜，又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，为了自保，不得不在瑶州停下暂避风头。后来危险解除，但是月份也大了，干脆就在瑶州生下孩子，又休养了半年多，才辗转回到灵州。孟老夫人眸光微闪，她的长子便是在10年前奉旨前往治理水患时染上肺病，重病不起。孟庭舟在旁边打圆场：好了，欣儿，这事说到底，我们侯府也有不周之处。若是当时派几个侍卫一路护送，便也不会有今日这些争议。而且你看这孩子，和我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怎么还能有假呢？那可未必，世上长相相似的两人如此之多，再找一个又有何难？他还有第2个杀招，还不把那奸夫带上来！他抚掌3声，下人很快带着一个陌生男子上来。那人名叫萧克，是个江湖游侠，主动招认，曾与我有过一段露水情缘，是张儿的亲生父亲。关于这段奸情，他讲得绘声绘色。夫人行至半路，某日天色昏暗，有人看他身边只带着个婢女，势单力出，想要趁此劫色。幸好我偶然路过，帮助他们脱离了险境。夫人为了答谢，便请我去酒楼一叙。也就是那晚，夫人不胜酒力，将我认成了永宁侯，这才一夜荒唐，有了这个孩子。他抬起头，五官竟与孟庭舟出奇的相似。萧克看向我：夫人，我只当你酒后一时糊涂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生下我的孩子，更没想到你会为了攀附侯府富贵荣华，带着我的孩子与永宁侯相认。我皱着眉往后退了一步。胡乱攀咬什么？我可从未见过你。他的声音提高几分。江之月，你说这话可问心无愧。若你我2人素不相识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腿侧有一枚梅花胎记？你胡说！孟庭舟情绪失控，手中茶盏4分5裂，此等隐私从他口中说出，还有谁会相信我与他之间清清白白呢？眼看就要乱作一团，孟老夫人敲了敲手中拐杖，扬声道：好了好了，都闭嘴！吵来吵去，能有什么结果？场面被镇住，众人鸦雀无声。何须如此麻烦，直接滴血验亲就是了。他到底是清白无辜，还是带了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试图蒙混过关？一验便知。通知各位族中长老，7日之后，请诸位来侯府一同目睹。为了防止我动手脚，这7日，孟老夫人将张儿从我身边带走，单独看管。她从出生起就没离过我身边，如今我虽不舍，却也没有办法。7日后，侯府正厅，众人齐聚一堂。为了侯府名面，孟老夫人没有让张儿当众露面，而是把她留在后屋，亲自盯着，取出1小碗血液。今日这些物件都是经我监督准备的，此事关乎侯府血脉，我必然不会偏袒。既然诸位没有什么异议，那便开始吧。下人将血液滴入碗中清水，接着把银针递给萧克，他不曾犹豫，刺破手指。众人屏息凝神，看向结果。相容。什么？孟庭舟不可置信地走上前。这几个月，他已经把张儿当成自己亲生，如今验出这样的结果，他难以接受。他又取了同样一碗血水，划破指尖，不容。他叫大夫上来。这水是不是有问题？大夫仔细查验过后，摇头。没有。难道还有其他蹊跷？侯爷，在下已经仔细确认过了，这水、这碗、这银针都是干干净净，没人动过手脚。您就接受这个事实吧。这孩子真的不是您的骨肉。孟庭舟终于没法继续欺骗自己，他皱着眉，额头青筋蹦起，看向我的那双眼中。江之月，枉我对你如此信任，你竟然欺骗我！耳边轰隆一声炸响，我的心跳剧烈，快要跃出胸腔，神色慌乱地摇摇头。这怎么可能？张儿是我10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，我再清楚不过。怎么可能不是侯爷的亲生血脉？
怎么？李杏儿挑了挑眉，这些物证都是婆母亲自盯着准备的，她老人家向来公正无私。你是觉得婆母会故意弄虚作假陷害你，还是不服这如山的铁证？我摇摇头，后退一步，腿脚无力，差点跌坐在地。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份，我的确无从辩驳。各位长老都在此见证过了吧？众目睽睽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他大笑着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什么流落在外的嫡子，分明就是来路不明的孩子。江之月贪图富贵，不惜冒险混淆侯爷血脉，如此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就应该拖下去进猪笼，逆怒而亡，还不快来人！快把她拖下去行刑！大门推开，顷刻间阳光直射进来，刺得人眼睛发痛。进来的却不是捉拿我的家丁，而是侯府的下人。奶娘手中抱着刚出生的婴儿，另一个仆从领着张儿。祖母、爹爹、娘亲。他上前行礼。孟庭舟神色复杂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我半蹲下身，把他拉进怀里，细声询问这几日吃得如何，睡得如何，有没有受到惊吓？祖母待我很好，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接着把他领到众人面前。各位请看。张儿摊开手，仔仔细细地展示，10根手指完好无伤，而襁褓中的孩子10指指腹被针尖刺破。李杏儿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，她目眦欲裂，狠狠瞪着我。喏，刚才验的是你的孩子，而你亲口承认了。反转来的猝不及防，偌大的厅堂中，江之月，你竟然诈我！我坦然点头。若你真的问心无愧，被我炸一下又何妨？滴血验亲前，我找到了孟老夫人。她有个习惯，每月15雷打不动，去小佛堂诵经祈福。我投其所好，提前抄录佛经100遍，终于得到了她的召见。小佛堂中，我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。她疑惑，玉儿又不是流落在外的孩子，让她验这个做什么？我不能揭穿孟庭舟不育的事实，只能委婉暗示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自然不怕任何查验。可我怕李欣儿为了她的孩子将来能继承世子之位，会在滴血验亲时使什么手段，阻止张儿认亲回府。孟老夫人被我说动，终是点了点头。她的心中也曾有过怀疑。10年了，这个孩子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我刚回到京城时怀上了。若说巧合，未免也太巧合。我先前买通的暗探查到，李杏儿与萧克是旧识，她先前随父贬官外放，搬迁到临安，那时他们受过诸多排挤，甚至在途中被政敌暗算针对，是萧克路见不平，出手相助，2人结识于微末，彼此互有好感。一个是肆意洒脱的江湖游侠，一个是落魄遭难的千金小姐，一来二去，渐生情愫。后来她回到京城，嫁入侯府，两人也一直在暗中有来往。有时她还会给萧克穿上孟庭舟的衣裳，将其藏匿进府中，天亮之前再偷偷将他送走。反正两人身量和容貌相似，就算偶尔有下人看见模糊人影，也不会生出怀疑。我回来后，李杏儿担心自己地位不保，便病急乱投医，向长相与孟庭舟颇为相似的萧克借了血脉。萧克恋慕他许久，自然愿意为他马首是瞻，帮他造伪证，诬陷于我。当年我离开侯府后，许多曾侍奉我的下人被分到李杏儿手底下做事，知道我身上有什么胎记，并非难事。萧克暗道不妙，他想施展轻功带着李杏儿逃脱，可早在昨日夜里，小唐便给他饭菜中加了软筋散，如今他只能有心无力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下人制住。五花大绑，下人端着托盘进来，上面摆着一枝花，花瓣赤红，颜色艳丽。南疆有花名赤脚，微毒，服用后血液活性会暂时改变，使得任何人的血液都能与之相融。我边解释边从萧克伤口处接了3碗血水，分别递到孟庭舟和小唐面前，最后1碗留给自己。荒谬的一幕出现了，我们3人与萧克不出意外都是相融。我又让大夫给孟庭舟和张儿验过，他盯着碗里的结果，半天才艰难开口，对着张儿道：“刚才是为父错怪了你。”张儿不愿理他，躲在了我身后。这几日他受了许多委屈，如今终于得以验明正身。所有人都质疑他，只有我相信他。我看向李杏儿，笑意怅然。你颇费周章，唱了今日这么一出，无非就是想让我们母子俩名声扫地，让我的儿子无法与侯爷相认，那样你和萧哥的孩子就可以蒙混过关，将来继承侯爷的一切。可你机关算尽，终有一疏。孟庭舟眼眶通红，死死盯着他，一字一句质问道：“当初你我成婚，我许你凤冠霞帔，10里红妆，风风光光。这10年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”如今诡计被识破，他索性也不装了。孟天舟，你这个绝情又伪善的小人！我父亲被贬官外放临安那些年，我们全家受过多少白眼，过得何其艰辛！最艰难的日子都是他陪我度过的，而你呢？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你可曾来信问候过一句？可曾帮衬过一次？你以为我迟迟不嫁，是
中挂念着你，忘不掉你吗？别自作多情了，还不是因为我无法嫁给萧克，而我父亲又想攀附侯府，给哥哥铺一条青云之路，这才设计让我嫁给了你。他指着孟庭舟，声嘶力竭，在我眼里，你才是他的替身。这场闹剧不欢而散。萧克因犯私通罪，企图混淆侯府血脉，被拉下去乱棍打死。至于李心儿和那个孩子，本是要按律一并处死的，但他的父兄终是于心不忍，出手封锁了传言，又将他们母子二人保了下来。但做出此等丑事，实在是败坏家风，有辱门楣。李家实在不愿再接纳，只得将他们送到乡下田庄，自生自灭。李心儿被送去没多久，便疯了。关于孟庭舟不育一事，侯府也查出了真相。他和李心儿成婚后，迟迟未能生育。我在侯府内时，虽然成婚2年也没动静，但我每日侍奉婆母，有如亲生，事必躬亲。孟夫人对我还算满意，且看我俩年轻，并不急于一时。后来孟庭舟再度娶妻，他对李心儿颇有微词，又见两人年纪渐长，便做主给他纳了几房妾室。后宅人一多，就有了许多是非纠葛，争风吃醋。李心儿本就悍毒，看着一张张比自己年轻的面容，环肥燕瘦，浓妆淡抹，各有春秋，便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不敢反抗孟老夫人，却能以正式夫人的身份管教妾室，只是苦了那些小妾，在李心儿手下讨生活，稍有不慎，轻则打骂，重则发卖。孟庭舟并非不知他的真面目，只是懒得插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置之不理。后来他意外结识了在画舫上卖唱的茵茵姑娘，茵茵性子柔弱，楚楚可怜，又带着一个弟弟，姐弟俩相依为命。为了让他免遭李心儿的搓磨，孟庭舟偷偷把他养在自己京郊的一栋宅子里，金屋藏娇，锦衣玉食，除了名分什么都有。孟庭舟瞒得再好，也难免露出马脚。李心儿怒火中烧，奈何京郊别院有侍卫和仆从，他不好动手，便趁着他弟弟某日贪玩出府，找人抓起来教训他弟弟。茵茵怀恨在心，他知道李心儿最在意、最心急的便是子嗣。为了让李心儿彻底断绝希望，他找到江湖游医，然后在孟庭舟下一次过来看他时，给他喝了茶水。当初我用的那份是小唐秘密配制的，此事做得极其隐蔽，不留把柄，且年代久远。于是孟庭舟绝嗣一事，最终兜兜转转查到了他的外室头上。真相水落石出，孟庭舟没想到会被2个最爱之人同时算计，大受打击，切忌攻心，大病一场。大把的汤药灌进去，小唐替他把过脉，却始终不见好。才发现李心儿在得知腹中胎儿性别那一刻起，就开始天天找他麻烦吵架，日积月累。所以前段日子他虽表面看着无事，实则内里早已亏空，积重难返。他生病静养的这段日子里，与我在一起的时间最多。我浮动琴弦，像许多年前在尚书府时那样为他弹奏。知月，再为我弹一曲吧。自从病过之后，我便难受得很，浑身乏力，头晕耳鸣。可是只要听你弹琴，我便觉得好多了。那就再弹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如何？好。琴音如淙淙流水，缓缓流淌而出。孟庭舟沉醉其中，他久皱的眉头渐渐放松，不一会儿便呼吸均匀，缓缓睡去。不是我的琴音有疗愈舒缓的奇效，而是他快死了。我佩戴的香囊里面有一味乌兰草，与常人无害，相冲相克，虽能麻痹痛觉，但会在不知不觉中加速身体的衰败，大概是人之将死的缘故。这些天他总拉着我，有一茬没一茬的聊起以前旧事。知月，回顾此生，我曾真心爱过那么多人，可他们要么算计我，要么背叛我。自始至终真心待我的人只有你，我最愧对的人也是你。好好养病，未来还长着呢。曾经给他下茶水这个秘密，我打算瞒到他死，谁能想到他的外室也下过一模一样的茶水呢？这锅莫名其妙有人替我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日我抱着琴，在去孟庭舟院子的路上，跟娘亲一起去陪陪你父亲，多和他说说话。遇见了刚刚下课的张儿，他正要往书房去，我将他叫住。娘亲，你何时变了？你如今已是世子，将来要继承他的一切，叫人看出来你们父子离心可不好。他思虑片刻，觉得有道理，便应了。在我的促使下，张儿探望他的次数多了起来，父子俩的谈话也开始变得频繁，聊天内容无非就是今日吃了什么，学了什么，与几个堂兄弟之间相处的怎样。张儿脑子活泛，过目不忘，触类旁通，如今又有了侯府世子的身份，有当世大儒为他传道授业，还有不计其数的珍贵藏书，这样好的条件自然进步神速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继承了我和他父亲在琴艺方面的天赋，听我弹久了，便也无师自通。孟庭舟对他十分喜爱，不愧是我们的孩子。孟庭舟的情况急转直下，府里的人几乎都来了，他们围在孟庭舟身边，等待着最后的告别。他见了很多人，说了很多话，最后才叫到我和张儿。孟庭舟拉着我们2个，眼底写满不舍，话音断断续续。我死后，所有一切都留给你和孩子，从此京城就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母子了。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无力垂落，手
双眼缓缓合上，眼角滑落一滴泪。孟老夫人颤颤巍巍上前试探，悲痛万分。孟庭舟死后，我的孩子孟如章继任了侯爵之位。而后数十年，他考功名，走仕途，入内阁，平步青云。为了不让我的名字与孟庭舟捆绑在一处，他在陛下面前陈情，为我请封了诰命，往后以永宁侯生母的身份留在侯府，奉养天年。我拿着那道明黄色的圣旨，像小时候一样摸了摸他的头。徒儿真棒。